我去出差谈客户，走的时候老板说了衣食住行费用可以报销，那我回来的时候老板不认账了，说让我自己掏。他是出差去了，也不是让他出工去了，给自己整个身貂啊，回来穿着貂舔着脸找老板报销，那给老板气的都一脚给他炫出去了，那咋还有脸提这事儿呢？你不能报不早说呀！我这貂牌都摘了，那小票都带回来了，就告诉我不能报，那不骗人吗？看样子你这衣服不便宜啊！都牌子，这个公司都说报销了，那我就放开花呗。这哪是放开花呀？那不往死里花吗？走一道买一道，跟他妈善财童子似的。那这路边野狗都吃人烤肠了。那走之前我就看到那浏览器顶记录第一条就是公司出差怎么往死里花，他这不是缺心眼吗？貂属于奢侈品，只是出差确实不该给你报。那我住宿的钱给我报了也行啊。是不是你选的宾馆太贵了？我没住宾馆。他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搁当地买了套房，还妈是期房，选了个地段好的，说有升值潜力。他这么胡啊，首付付完了，非得管人要发票，说回来报销，给人整懵了都。那宾馆谈合作多不安全呀！我觉得宾馆不能解决外地谈客户的问题，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啊。再说结果是好的呀，那这客户不是谈成了吗？这不挺好吗？那多少应该报一些。他谈的客户一共挣了3000，他那一身貂26000，那老板能乐意吗？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项目啊。为了这个项目，我天天熬夜加班，我不辛苦吗？看你精神头还可以。我困的时候就来2粒炫迈冰爆系列，经典薄荷味提神醒脑，咖啡味含有真正的咖啡，吃完瞬间清醒，每次提神就靠它，而且性价比还高。那你得该省省该花花呀，为了多买点我都借钱付的，那就等回来报销呢。你这么一弄，我这房贷都还不上了。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公司的经济状况吗？考虑了呀，我原本想买辆库里南代步，后来没幸运分了，实在带不出来了，就放弃了。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出差吃点喝点，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自己又买车又买房，你咋不再娶个媳妇儿？哎，我提了，人家说不要异地的，没看上我。公司去海边团建，我在车上睡着了，那同事们下车的时候没叫我，我一觉醒来同事没了。我们忘了，那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一遍名的呀，我这名单点名都挺全的，我不记得落下谁了呀。哎，闯哥，你这后边还有一个。哎呦，搁这儿。同事测试。这怎么不是故意的？他写名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闯哥，你把我写前面，别忘了。我看他写第一个，我才放心走的。没想到他把我写背面了，那太侮辱人了。他平时就不合群啊，为了孤立我们，自己坐最后一排吗？还睡着了，那没人提醒他不也很正常吗？那参加活动，你这是自己睡着了，坐过烂能赖谁呀？那小孩啊，关键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每次团建他们都把我落下，我这次还特意留了个心眼儿，我睡前定了个闹钟，那不知道谁手欠给我关上了，太欺负人了。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谁关的。我关的，我看他睡体香，怕影响他休息。同事也是为了你着想。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我醒来一打听，这大巴车都出省了，我光补票就补了1000多块钱，要不是师傅好心把我叫醒，我俩都要出国了。同事被你们拉下，你们就没觉得少了点啥吗？少了点烦恼。那毕竟也是同一个公司的，你这团建这事儿少了谁他也不圆满的。再说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团建是少了他，我们玩的也确实不尽兴。没看出来。这咋的？他们还玩上了？这群狗东西，难怪我平时看不上他们。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吃啥？吃碗啊？那不是还有在抖音商城说自己猴子姐买的下茬就是花生吗？我忘了把那个车，让他先垫吧垫吧。这花生颗粒饱满，素菜好吃，适合下酒。来点，就你吃就行了，我这还有挺多呢。那我们帮你联系同事过来接你吧。不用，现在回去晚了，我原谅不了他们，我自己坐车回去。你愿咋地咋地，那我们不管他了，我们。壮哥，你来接我呗。你搁哪呢？你到海边了吗？我没看着你啊。到海口了，我车坐反了。傻逼！那公司今天发工资，我等1天了，都快下班了都没动静。我因为财务，每个人都发了，说发到我这儿公司没钱了，那太欺负人了。他平时在公司就没啥贡献，净帮倒忙。他能拉他让一个客户谈不下来，我们挣的加起来都抵不上他亏损的。公司效益不好，就刚好发到他那没钱了，这实属正常。你怎么没钱了？我看老板还给同事额外发的奖金，这么大公司就差我这仨瓜俩枣的吗？可没想过什么办法吗？想了，我找财务要钱，财务说公司资金不多，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什么意思？就说我是那个刀把，给我浪费钱。废物，你再说一遍。废物。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公司了？他在我们公司有个外号，客户终结者嘛，见一个黄一个。公司这点客户全让他霍霍了。你不和客户搞好关系，你说他能受人待见吗？谁说关系不好？那每次见客户都挺关心我的。那结束的时候我说再见，他说再见你。那这都关心我家里人了，那关系能不好吗？他在我们公司就跟个卧底似的。我们老板尝试过很多次把他引进到对手公司，都失败了。为什么？人不要啊，跟我们老板说这主要让自己留着。公司没客户，挣不到钱也正常。
那不发工资我吃什么？你谈不着客户也不能把我饿着啊，你尽力了就行呗。那谈不着客户，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啊，一见客户脸不洗胡子也不刮，那人一看就觉得不靠谱啊，确实挺邋遢的。是吧？刮胡子了，你看他清爽不少啊。是吧，老板？手动刮的。那我特地给你带了一个，我觉得他特别适合你这种有质感的男人。不错啊，放这吧。老板，我工资我正在算，你的工资比较复杂，不就1200吗？除去得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共是负12万，你白干10年。能当我没来过吗？不能。公司最近要裁员，他天天晚上主动加班，还不要加班费，快他妈住公司了，给我们卷的下班谁也不敢先走。你下一步我准备睡在公司，这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太耽误工作了。你这么内卷，不怕同事们排挤你吗？这懒狗安知鸿鹄之志啊！那我来公司是来努力奋斗的，是给老板创造价值的，那不是像他们一样混吃等死的。关键他还不要钱呢。昨天咱还在公司大群里说，现在公司困难，自己这个月工资不要了，老板还给他点了个赞，不发工资我们怎么活？上班工作还不要钱，你是怎么想的？提前多数啊！如果就为了这点破事来上班，那我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动机不纯，我唾弃他。他还唾弃上了，谁来上班不是为了赚钱的？现在就因为这么个玩意儿搁这内卷，我们大家都得陪他搁这通宵加班。我都半个月没回家了，我家就在街对面，我妈还以为我进传销了呢。今天加班你就不想回家吗？想回家简单呀，那把公司当家不就行了？天天都能待在家里。你下楼帮我拿个快递。你咋不自己拿？我不去，我恋家。我去。他能把公司当家，那我们不行啊！天天这么熬，身体也遭不住。你看没？量一个。一直加班你不累吗？累啊，但是老板挣不到钱，我会更难过。老板，我刚做完的文件，您过目一下。你刚才一直在跟老板通着话吗？汇报工作。反正我是受不了了，照这么下去，今年除夕放假也够呛了。我走，不去。除夕还要放假？我第一年听到这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就是太贪心了。过年你就不想念亲人吗？老板就是我最大的亲人呀，能留在公司跟老板一起过年，我想想我就兴奋。瞅你那样的。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确实非常内卷，但我非常支持这种做法，毕竟他再内卷，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呢？老板，我爱你。完了，冲我来了。我熬夜加班赶的方案都快写完了，同事非要借来看看，结果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他直接发客户群里去了。老板以为他做的，那把奖金全分给他们了。他方案确实不错，那我看他忙了没有时间，我就顺手给他发群里了嘛。就是没想到老板误会了。我用他帮我了，我写了好几个月，都快给我累出血了。我插的鼠标点那一下了，像个狗似的。毕竟是别人方案，你们参与时瓜分功劳确实不好。那我们都是一个组的，计较啥呀？再说那方案我也不是原封不动就发群里的，我也是做了一些改动的呀。什么改动？就把我名删了，整个方案就改了我的名，其他的标点符号都没动，这太欺负人了。这不强盗吗？这我也没说是我做的方案呢。你再说我刚发群里啥也没说呢，老板就开始夸我了。那我要再说别的，那老板不是驳老板面子吗？川哥，晚上聚餐去吗？不去，没钱。小涛奖金到账了。那我去，能再加说。同事应该不是故意的，你也不要太生气了。他就是故意的。老板在群里问是不是李闯做的，那李闯发了个表情，那呲牙黄豆，这呲他呀！他还在群里艾特老板，说老板请过目。这老板这本来就不待见我，我还指着这个方案翻身呢，这是比杀了我还难受。一拉一踩确实不应该。你这样吧，这是我双11买的雷诺双子星 X， 你让把这个送给老板赔罪。全镂空透明的机械表，能清晰看到表盘里的机芯运转，40小时储能，50米生活防水，还是双重夜光的，戴着老帅了。质感也很好，采用大牌同种技术抛光打磨工艺，1000元带出万元体验，性价比很高，老板肯定喜欢。你赶紧跟老板说，这方案有我的功劳。这块谁做的？小涛做的。这块数据错了，得扣钱。笑你！你同事们约好一起离职，结果到日子了，就我自己给老板提了，他们啥事没有，我被老板开除了。那我们后悔了呀。之前是觉得公司氛围不好，上班太晦气，就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发现没有这种感觉了。你看同事们现在多开心，那还理啥职？他们是嫌上班晦气，还是嫌我晦气？我看他们就是合起伙来算计我，想让我离开公司。不能，同事这么些年了，小道这一走吧，我们心里也挺不得劲儿的，空落落的。我看你挺开心的啊？没有啊。老板说请大家喝奶茶，常哥你来一杯不？我不来，我糖不耐受。老板说让小涛工资抢，你给我来一杯，我全糖。同事还是舍不得你的，你也不要太难过。我怎么不难过？我提完离职一出来，他们东西都给我收拾好了。我走的时候都夹道欢送，那老板握着我的手给我送到楼下了才松开，那气氛好的跟过年似的。就我被踢出来了。
老板怎么看小涛离职的事儿？笑着看呗。今天早上我一看，那嘴都没合上，晚上还说要找，还搞个庆祝宴庆祝一下子，机票都买好了，庆祝公司一片前途光明吗？那我说怎么老板的头像都换了呢？换成什么加油喜事儿？我还寻思什么喜事儿呢？我还恭喜他，原来是庆祝我走了，太气人了。这么说会不会太过分了？那我心情确实好多了呀。老板说了，小涛走了，他工资全分我们头上了。最近公司的福利待遇还直线上升，连除夕都准备放假了。要我说，小涛走的是真值，辛苦他一人，幸福千万家嘛。那你看看，而且老板看我们平时办公室久坐啊，经常熬夜加班，容易腰酸背痛、颈椎酸胀，还给每个人送了这个盖尔奇铂金液体钙，钙加维 D3、维 K2，补钙金三角嘛。维 D3促进钙吸收，维 K2真正把钙补到骨头里，而且还是液体 Q 弹软胶囊，方便吸收，小颗粒易吞服。反正你就告诉他，放心走就行了。这么破的公司，我们替他受着，不用担心我们啊。我不管，他们就是蓄谋已久，我告诉老板去。你回来干嘛？我这又不是垃圾回收站。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这次回来说什么也不走了。你不走是不是？不走。李爽，哎，收拾东西，公司搬家。公司中午着火了，我午休睡着了，那同事都下来了，没叫我，我睡一觉差点给我火化了，这太气人了。当时都啥情况了，谁还能顾得上他呀？当时着火的情况确实紧急，确实来不及救他呀。大家都觉得危险，就赶紧下来了。同事可能是没来得及。什么来不及？我看他们手机、电脑那值钱的东西都拿下去了，可全乎了。老板的盆栽都端上了，那有这时间喊我一声不行吗？我这么一条鲜活的生命，还不如他们东西值钱吗？你说的也是，人家东西没了可以再买，小涛要是没了，反倒就没了。说啥呢？那后来我们下来确实发现把小涛落上面了，那大家确实挺担心的，那心情确实是火急火燎的，是吧？他们有没有火急火燎我不知道，我头发给我燎了，我现在后脑勺都漏风。练的啥功夫，哥们儿整成这样？火断，着火声挺大的，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吗？那我醒来一看，不知道谁把耳塞给我塞上了，我睡得可死了，什么都听不着。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听见着火了，故意害我吗？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不是我塞的。我塞的，我们说的坏话怕他听着给堵上了，后来着火了就忘了这事儿。那你们就没发现少人吗？发现了，你发现少人了，就没想起来少的是谁。那就没想过上去救一下吗？你上去了，中间顶着火又回来一趟，拿了把椅子又下去了，顺便就着火还点了根烟。我喊着让他们救命，都没人搭理我。那是我的黑白调 E3结构大师，我肯定得把它带着呀。梯形支撑系统联动支撑腰肩颈，能解决久坐导致的腰肩颈疼痛问题。你看这3区服翼腰托，两边软包能内旋贴合腰侧，独立于椅背上下前后，调节包裹感，支撑感都特别强。坐下还有支腰感，双轨双推的颈枕怎么都能支撑到颈部，正坐后仰都能保管颈部不升空。平时办公打字全靠这个6D 扶手，你看它躺下也能联动支撑。自从做了这个人体工学椅，坐别的地方都不得劲儿，我肯定得把它救回来呀。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是你们不对，应该跟他道个歉。这事是我们办的徒弟的，别跟俺一样，当开玩笑玩好玩吗？要不是我急中生智，用裤头蘸水捂住口鼻才跑下来的，你们都见不着我了。咱那层哪还有水？有水没有？用小便。有。你会说话一股骚味儿。他夏天体寒吹暖风，冬天体热吹冷风。我寻思秋天了，能消停消停了吧？他冷热一起来了，一冷一热就给同事全把感冒了。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我夏天体热，冬天体寒，秋天昼夜温差大是我的过渡期，冷热交替不太规律，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我根据自身情况调节一下，怎么了？我们现在上班都得带2件衣，带个短袖，带个棉袄，这屋里快40度了。你咋样？有一种放在冰箱放在火上烤的感觉。看着，谁能想到临近冬天了还有人中暑？我体热时间到了，我吹冷风。这是开多少度啊？你看你都怎么告诉一声了？真的越来越不规律了啊！同事们跟你一起办公挺遭罪的。那我身上一冷一热也不好受啊，我体质特殊，他们就不能照顾照顾？你就不怕得罪同事吗？得罪了又怎么样？同事也又不是对象，那还能离咋的？你体热体寒有没有什么规律啊？同事适应一下。有啊，那我根据1年24节气，把我的体质分成了48种情况，都记在本上了，他们不爱背赖谁？他那体质感天外来物了，谁能研究明白呀？我们都连续感冒1个多月了，一个办公室体验2种生态，你这么不祸害人吗？你干啥呀？开热风，我体寒时间到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过了吧。又干啥？热乎劲儿过去了，那还是回去冷。你自己待着吧，走，不拿，上会议室走。现在就舒服多了，好在老板是在会议室装了台美的风控空调，80度大风口，加大风量每小时1310立方米的大风量，升温降温很快，进来一会儿从头到脚都很舒适，而且4项送风不直吹，不用再给小涛蒸了，还自带致清洁功能，送风干净无异味。我们以后就在这办公了，随便上外面。
干啥呀？我空调冷热切换的太快，烧了。你们的我得用用。你们怎么在楼下办公了？老板让他采购下午茶，他买的鲱鱼罐头和臭豆腐。好好的办公室现在一股厕所味儿，把我们恶心出来了。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下午茶。他们不爱吃拉倒，我自己想用。为什么不选大家都爱吃的呢？那众口难调啊，选啥都有不满意的，还不如选我喜欢的。再说了，他们就不能将就将就吗？我费心费力的去买，他们还挑上了。我们怎么将就啊？那办公室让他兄弟现在都不敢进人，就他自己吃的香。你等下午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这是？这是吃剩的鲱鱼罐头，那不能浪费，我准备灌到公司大桶水里，慢慢接着喝。啊？这鲱鱼汤十分的鲜美，你要不要尝一口？不了吧。你客气啥呀？所以说不是我们不想上去办公，那办公室住了个生化魔人，我们怎么进办公啊？你这个味道确实挺大的。那是他们不会搭配，我这臭豆腐鲱鱼堡吃起来就挺香。臭豆腐鲱鱼堡啊，2片臭豆腐，中间加片鲱鱼，再淋上鲜美的汤汁儿。你尝一口。尝你大甩我身上了。就怪他，我们下午茶一口都没吃上，人家公司发那么多小零食，看得我肚子都饿了。你饿了你垫垫吧，吃点这个阿华田威化饼干，还有这个阿华田燕麦奶垫垫肚子。你看着浓郁诱人，7层厚切的威化饼干，口感酥脆，一口满足。这个减糖版的燕麦奶丝滑流畅，口感醇厚，搭配起来是味道更好。晚饭前吃点这个就正好，一小块口感还丰富。双11到了，阿华田天猫旗舰店有超多零食优惠，赶紧去囤点吧。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采购下午茶夹带私货确实不对，不过想用下午茶是他的自由。我已经自掏腰包给每人准备了空气清新剂，喷办公室里，喷他饭里。那同事落水了，我好心给他人工呼吸，他醒过来就要揍我。他那不是人工呼吸，是人造泔水。他捏着我的嘴，刚张口就吐了。什么西红柿鸡蛋汤啊，青椒肉丝，还有份威化汤韭菜馅饺子，全灌我嘴里了，菜系老全了。这么夸张啊！我以为自己是溺水，没想到溺的是泔水。我起来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为什么选择用人工呼吸来救同事呢？那我救人心切啊！我一看到同事溺水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一想到是个男的，那没忍住吐了。那要是女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女生长他那样也吐。我当时正从昏迷状态醒来，一睁眼他的嘴跟撅的跟马桶揣着似的，还哐哐往外抖粪，给我吓得瞳孔都放大了。早知道是他救的我，都宁可死水里边。那我还膈应呢，第一次跟男的嘴对嘴，那我也不好受啊。那他嘴角向下，我嘴型对不上，为了给他做人工呼吸，我还特意把他倒过来。我救了他，他不感谢我，还埋汰我，太不是好人心了。他人工呼吸是为了救你，不要太生气。他会个屁的人工呼吸呀！那光呼不吸，一直搁这吹气儿，差点没给我腮帮子给我鼓炸了，那血压都给我吹升高了。我要是再不醒了，都给我充上气儿了。那我牺牲也可大了。那我长这么大就没亲过人类，那还是男的。那现在那帮男同事离我越来越远了，这背地里都叫我嫂子，我多丢脸呢。不过你嘴巴味道确实挺大的。他那牙垢比他牙龈都厚，让他用笑容加数字牙刷把牙刷干净吧。笑容家在电刷赛道与国际品牌已经厮杀了8年，销量远超2大国际品牌总和。自主研发数字牙刷，区别牙刷常见的单一清洁功能，定制芯片算法和5大刷牙习惯，就像管家私人定制牙齿清洁方案，避免出现漏刷的情况。下一代数字牙刷面世，是笑容家5000多万中国用户的意见结晶，实力杠杠的。像我一直用笑容家，嘴就没你嘴那么味儿。我这胃本来就不好，你还往我嘴里倒泔水，我现在吃啥吐啥。你矫情什么？你胃不好吃点流食不正好吗？你出来了，这咋还搂上了？你这公司来上了团建，你走的时候同事的狗丢了，我下来帮忙找狗，那找半天回来一看，大巴车开走了，你把我扔下了。那我们找着狗了，那为什么还要做过多停留呢？那还不赶紧走？那这不浪费时间吗？那你找着狗了就不能回来找找我吗？你这把狗带回去了，把我落下了，那我这还不如条狗重要吗？我都老员工了，这我多没面子，你这太侮辱人了。那平时跟同事们关系就不好啊，存在感还低，那没人记得他能赖谁呀？再说我当时出发之前，我还特意确认了一遍，我看每个座位都坐满了，我寻思人齐了，那咱就走呗。我还纳闷，我说怎么一下车小涛那位置变成狗了呢？我还寻思现原形了呢。你在公司的存在感好像确实挺低的，发现同事不见的时候就没打电话吗？都打了，那全都不接，那最后李闯接了，一听是我的声，这还给挂了。还给我拉黑了，我以为狗叫呢，汪汪的挺急的，我还寻思恶作剧呢，我就给挂了。他晚上荒郊野岭的挺不方便的，要不还是去接一下他吧。那有啥不方便的？就搁这睡呗。团建不是带的那个蓝盒子床垫睡觉来的吗？卷包床垫搬来搬去非常方便，60秒就能还原大床垫，还有100天试睡，不满意就退。3段式分区给腰部足够的支撑力，久睡不累。同事们好像没有回来接你的打算。那这山上光秃秃的，啥都没有，我怎么生活？那这就剩狗拉的粑粑了。我晚上吃什么？吃狗屎啊！那我妈现在还有工作呢，哪有空接她呀？你就让她自己想办法呗。你闯，你快过来，狗又尿了。哎呀，来了，还得是我呀。看来在同事眼里，狗的地位确实在你之上，你也不要太生气了。那我工位让狗做了，我能不生气吗？
我看他们往群里发视频，把狗放我座位上了，我那桌面都清空了，都放狗粮了。我反驳2句，又把我踢出群聊了，这太气人了。这会儿天黑了，挺危险的，要不我们带你回去吧？你回，谁让你坐我位置的？就滚开！老板把你座给他了，老板说狗比你有用。谢谢狗哥，我不做了。我们出来爬山，让他负责订饭，结果我们都爬到顶上才知道，这小子光订了自己的了，我们一口没吃，他给自己订了8菜1汤。那也没人跟我说还得给同事订饭呀，那我以为就自己订自己的呢。没订早说呀，我那爬1天腿都软了，最后告诉我们没订饭，我们吃啥呀？吃树皮呀？订饭的时候就没发现不对劲吗？你发现了啊？那我以为这次伙食费多打了个0，我就没敢吱声。那我还纳闷怎么这次伙食怎么这么高标准？一顿午饭老板给我打了好几千，我都订了份米其林3星，还剩了不少。我是说你订饭没发现没给同事订吗？那没发现，你等会儿再来吧，我要开始用餐了。那所有同事的午饭钱都合在一个人身上，那标准能不高吗？出发之前我还特意问他，我说别忘了订饭。他说放心，早订好了。我看他背了一大包吃的，我寻思这波稳了，没寻思到他订的是他一个人的。又累又饿，爬了1天，我脚都累肿了。你那就本来就是鞋不合脚了。你看我这个刚从德国上买的，你这鞋行啊，应该挺贵的吧？不贵，白水泥配色，德国买鞋老靠谱了，专人鉴别过才发货的，正品有保障，价格比其他平台旗舰店还要划算。换季衣服鞋子我都在上面买，我这卫衣才100多，简约大气，可外穿可内搭。才100多，给我也买件呗。换季活动力度大，点我评论区置顶打开得物就有机会参与，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呢。同事们都挺饿的，那也不能赖我呀，那是他们没说清楚，我还寻思怎么都催我订饭呢。我说这么多年同事，你第一次关心我。我看你包里还有挺多的，要不分一点给同事吧？不分，这些是我自己够的，那包里是留着喂狗的。我看山里有好多野狗都没吃饭。好了，我都快饿死了。挺着，不用招啊！我这还没吃呢，你们谁吃？哪挺有灵性，咋还不有人吃啊？你这掉地上让狗啃了。还他妈挑上了。他陪客户爬山，结果下山的时候他自己开着车走了，把人客户给扔山里了。那客户让野狗撵了1宿。那我到点下班了，那不属于陪客户的时间了。那到点不走，那我不算加班了吗？那也不能把人扔山里啊。他是到点下班了，我们加了1宿班，我们大半夜来山上找客户，1宿没睡，你说给我们困的。同事因为你都挺累的。你加班加的嘛，他们就是不聪明。你看我不加班，那气色多好啊！你这么做确实不太好，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提醒客户呢？我提醒他了呀，我说时候不早了，那他说没玩够，我说行，那我让你玩个够，那我就开车先走了。他是走了，那客户把我们全公司都问候了一遍，我们老板都快给人跪下了，全公司就他睡了个好觉。那我还纳闷呢，那我说怎么一到家一看手机，这么多老板的未接来电呢？那我猜到应该是急事。那你就没打过去吗？我不下班了吗？你好像对上下班界限特别分明。那我是来上班的，又不是来加班的。有那加班的时间，还不如回家玩游戏领手机呢。玩游戏还能领手机？对呀，你看这就是我领的。还有遥遥领先呢，不会要我砍一刀吧？没那些套路，左下角上线完成任务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填个地址就能24小时送货上门。很难抢吧？你放心，左下角苹果14是不限量，华为 Mate 60量少，只有1000台，先到先得。点击左下角立即下载，进入游戏，上线完成任务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那我现在就去下载。你去吧，反正我认为我没错。我觉得加了班比丢钱还亏，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他不爱上班这事我们知道。有一次我给老板开车，老板坐后排睡觉呢，那闹钟一响，小涛直接开窗跳车就走了。那3小时赶顺侧开车。上班打卡成功。闯哥，我来接客户了。你接你妈呀！闯哥，我知道错了，赶紧给人客户送去，好好道个歉吧，好吗？好。一天他妈有你这么快找。好。有你。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是老员工了，他什么德行我也知道，不想加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需要进行一些教导。老板，都快点了，我下班了，那客户我扔半道了。中午我们从冰箱里拿饭，一打开冰箱，我以为进厕所了呢。臭豆腐、螺蛳粉，还有个半开的鲱鱼罐头，给我们兄弟把饭全扔了。那冰箱是公司的，又不是他们的，我想放啥放啥呀。那都是吃的，怎么那么矫情呢？他们受不了就别用啊。这么要大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家里冰箱呢？我家没有啊，那买冰箱不得花钱吗？还费我家电，买那干啥？那冰箱是放食物的地方，不是他养蛊的地方。现在的冰箱整的跟潘多拉魔盒似的，你永远不知道下次打开冰箱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你。那公司的冰箱我有使用的权利啊，那谁受不了可以不用。谁又给我贴上了？办公室味儿挺大的，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没素质了？我这个人素质一直不怎么样呀，爱用不用管。你这样做不太好。你也管？他啥东西都往冰箱里放，我们现在熏的都没法工作了。味道确实挺大的。是啊，那楼下保安过来路过瞅瞅，都以为啥东西死里了。干啥去？去厕所喘口气儿。带我呀。
反正我闻着没啥味儿，他们就是太矫情了。活不起就死，矫情你妈呢！你这是往冰箱里放饮料吗？这是我下午要去送宴的。你看着没？多吓人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放不了的。看来得换个冰箱了。公司地方本来就小，再买个也没地方放啊。没事，我昨天下单了美的421超薄净味冰箱，超薄机身，厚度仅60厘米，轻松嵌入橱柜不占空间，贴墙放置也不影响开门，全舱净化，冷藏具有 PST 加智能净化科技，9分钟急速净味，冷冻区有 PT 腥味，再也不怕冰箱东西串味了。反正也告诉他，那旧冰箱我们不用了，他要是再不把那些东西清出来，我们就让他和他的炼金罐一起离开办公室。创哥，我错了，想留办公室行，我们新买的冰箱你一下不能碰，听见没？那我现在拿出来。你又放进去了？没事，我拿出来。听说你把客户气跑了啊？公司接了个客户，那客户信佛，小涛一听站起来了，说跟他专业对口，自告奋勇去接待，结果约人家客户去教堂谈的生意，给人客户气跑了。那职场应酬我强项啊，那客户有信仰，那我就顺着他来呗，我就带他去了教堂，预祝我们合作顺利。怎么带人家去教堂呢？不怕客户骂你吗？没事，他不敢。那他信佛骂我不破戒了吗？那我真服了，他办事不长脑子吗？那教堂跟佛祖能是一个单位的吗？那反正都是信仰，就当串门了呗。那客户就是太小心眼了。那客户没生气吗？还行，挺理智的。那客户怕自己动手破戒，说找人要弄死我。那客户到了教堂就开始念经道歉呢，人客户信了半辈子佛，差点让小涛把墙角给挖了。你这不逼着客户跳槽呢吗？那我是奔着曾经合作去的呀，我还送客户一个招财猫，讨个好兆头呢。方便展示一下吗？这手势不太礼貌。不是，这是寓意着客户如日中天吗？如啥日中啥天呐？先是挖墙角，然后再竖中指，那客户生气直接走了。那老板打算怎么处理？扣奖金呗，我们的一个组奖金全扣了，我们跟他一起挨罚嘛。那我都不怕，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那个豆包生成方案，又快又好。请给我一份华为 Mate 60的营销方案。好的，以下是一份华为 Mate 60的营销方案。这啥软件这么厉害？这是抖音集团新研发的 AI 软件豆包，它这里面有很多智能题，你看生活中有啥事儿都能问它，还能教你谈恋爱呢。关键它免费没广告，还不限次数使用，点左下角就能下载。客户让你气走了，你就不内疚吗？那还行，那就是老板现在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和蔼了。那不过我准备将功补过，那客户信佛，我准备了一幅开过光的字画送给他，我觉得事情还能有转机。员工气走客户，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也算是老员工了，老板要给员工犯错的机会，而且他现在已经去给客户道歉了，我相信他。老板，我回来了。怎么样？事情有转机了吗？事情变得棘手了。你们怎么站着办公？那站着能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不然犯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最近公司效益不好，老板让我们走出舒适圈。小涛站起来了，说坐着办公太舒适了，影响效率，就建议我们站着办公。我们现在一站一天，腿都不带打弯的。那我实话实说呀，你坐着就是效率低呀，我不也是为了公司着想的？你干啥呢？站累了，坐会儿。你坐你妈呀！罚款50，我给你记上。你看着没？多可恨呢！现在把椅子全给我撤了，谁坐谁罚款，跟我站的腿都硬了。你这他妈不祸人吗？一直站着挺累的，你这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我考虑了呀，虽然办公是站着的，但是上厕所不就蹲着了吗？你又能拉又能休息，这不就劳逸结合了吗？你等会儿，你上厕所把你午饭带上，你在里面一会儿解决了，你出来吃耽误工作时间。让同事去厕所吃饭不好吧？你进出同步嘛，你该拉该吃呗，两头离那么远，井水不犯河水的，还能节省时间。同事们现在边上厕所边吃饭，上下两头忙活，这节省工作时间吗？现在给我们同事恶心，中午都不敢吃饭了。哎，我刚去厕所吃饭，你不叫考虑吗？你不刚买的吗？不行，那左下角那领一台。成哥，我这显示没库存了。那是你下错了，我左下角这个才是官方认证的。我左下角除了苹果14 Pro Max 和 iPad Pro 配套送，还新加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你看我这现在我这都发货了。该不会是拉人助力的套路吧？哪那么多套路啊？只要从我左下角专有链接下载，上线就能看到对局面了。升级手机和平板轻松到手。那我现在就不领。同事对你意见挺大的。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他们就是舒适太久了，我必须给他们改好。我觉得每个月都能领到底薪，让很多不思进取的同事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废物。为了激发大家潜力，走出舒适圈，我决定向老板提议取消底薪，少劳少得，你不干就没饭吃。那要是多干了呢？多干是应该的。哎，你出来了，你出来！你别这么干啥呀？赖上你！不是你老公赖，你要干啥？我请老板吃饭，想跟老板打好关系，同事非得跟我一块来。那到那以后，他给老板又敬酒又点菜的，老板以为是他请的，就给他升职了。那我花的钱功劳全让他给抢了。确实是他付的钱不假。那我看他到饭桌闷头就是吃，那老板都冷场了。那我说实话跟老板互动，那不也很正常吗？他自己没有眼力见儿来谁呀？
那我饿了，你省他钱吃点儿。那他跟老板就喝上了，那明明是我付的钱，老板还以为我是那个蹭饭的，那太气人了。应该是同事太过热情，让老板误会了。那他一边夹菜一边问老板这家合不合胃口，那好吃再加，他还大方上了，这不就是故意的吗？那我也没跟老板说是我请的客啊，那老板自己以为错了，你这赖我干啥呀？那不赖他赖谁？我吃一半了，老板说让我别蹭了，还要把我撵出去。那我付钱我结账，还要撵我，那我能不委屈吗？他给老板敬酒，从头敬到尾，那喝了好几箱都，玩命呢。老板误会了，你没跟老板解释一下吗？那老板让我闭嘴，说再开口就让我滚。那我也没好哪去啊，我跟老板喝了一宿，都给我喝懵懵了都。那你不难受吗？我天天陪客户，那杯中酒不是职业素养吗？好在是我有这个健安氏功能性护肝片，里面有4种草本复配，老经典的养肝配方给咱补充营养，而且那水飞即便是7成工艺萃取出来的，10年国货品牌还有蓝帽子认证，含量高，品质又好，平时应酬通宵写方案啥都我就得来2瓶。小涛确实挺吃亏的，要不还是跟老板说清楚吧。说呗，我也不是那愿意占便宜，你说？你快跟老板解释清楚吧，我都快冤枉死了。行，你小心眼一样。哎，老板，怎么了？是昨天的饭吧？你就当是小涛请的吧。是小涛让你说的吧？啊，对，是他呀，我这么说。不是咱说一顿饭换，他能咋的？你是不是？咱就那么个人。老板，那老板过生日，那同事们请老板吃饭，结果他们快吃完了才叫我。那我一去，老板让同事全喝醉了，就站那个服务员在那等我结账，那太欺负人了。那都是同事帮着付个钱，咋的了？那我们也确实是喝醉了，断片了，没什么意识了，你咋付钱呢？他放屁！那我一结完账，他们全拍拍屁股站起来了。那李闯临走的时候还提了2瓶茅台，还是飞天的，还说回去做酱香拿铁。那醒酒的醒这么快吗？确实太快了点啊！我说我今早醒了，这桌子上怎么多2瓶茅台呢？我还寻思谁送礼了呢？我断片了，我确实不知道啊。你过分了啊！那玩意多贵呀，俺们几个才拿1瓶。那我爸也爱喝，我也不能忘了他呀。他和他大爸用我的钱孝敬他父母，要不要点钱？他怎么这么孝顺啊？反正这钱我不掏，你让他们赶紧把钱还给我。这老板过个生日，他怎么还斤斤计较上了呢？那我们这不也是替他考虑吗？平时老板就不待见他，这不行，特意给他留个表现的机会吗？也让老板看到他的闪光点吗？那也不能删我钱包啊！我昨天刚发完工资，今天就给我闪没了。我是付完账，现在分币不剩，我以后可怎么生活？他们就是看老板喝醉了没人结账才叫我来的。你们是故意不叫他的吗？刚开始确实是忘了，后来不也想起来了吗？后来是怎么突然想起来了？老板当时喝多了，看前台有条狗跟小涛挺像的，那还对着那狗说：“小涛你怎么来了？”这不我们就把他叫来了吗？大家确实是喝多了。那也不能拿走我的贝宝多肥饺啊！这是我特意给老板准备的礼物，它是温暖的客栈同款面包。你看这面包酥皮酥软，里面馅料特别足，这个巧克力口味的，加热个20秒，内馅直接就爆浆了，醇香浓郁。还有这个抹茶冰激凌味的，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是一绝。抹茶的茶香清新，甜而不腻，就跟吃冰激凌一样。他们全给拿走了。老板都以为我空着手去的。你也别太难过，至少你掏的钱，老板知道了会对你刮目相看。那我得跟老板说说，我的钱不能白花。老板，昨天的饭钱不是 AA 的吗？你把钱转给大家就行了。不是老板，那饭钱是我结的，你昨天喝醉了没看见。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好吃懒做，没想到你还撒谎。我给你当员工是真倒霉呀。熬夜加班1个月赶项目，老板说要给我们发奖金。小涛站起来了，说我们加班不是为了钱，给我们钱就是羞辱我们。说的老板惭愧的收回了决定。看到老板用钱来侮辱同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起来把同事们的奖金挡回去了。我说老板，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你还挺有骨气的，那你不想要那奖金吗？你项目没参与，我分不着。老板高兴的脸都红了，拍着桌子夸他，这还让我们跟他学习，他凭啥代替我们做决定啊？咋的，显得他清高啊？那我认为同事不是这么肤浅的人，那没想到他们这么小心眼儿。再说了，老板说过要把公司当家呀，那为家里办点事儿，你钱不钱的不都见外了吗？那不如好好享受加班带来的快感。你这么做确实挺不道德的。我道德一直不怎么样。老板好不容易大方一回，好人让他当了，损失我们几个来承担。那我们奖金咋整啊？他赔啊？就为了点钱斤斤计较，多世俗啊！那不如把钱留着建设公司。那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他们怎么生活？那他们不得分清这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吗？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那也没保过呀。再说那项目跟他1毛钱关系都没有，他都没参与，他咋那么不要脸呢？我还寻思发奖金买个鞋呢，我这鞋都穿快3年了。哎，闯哥，你这鞋挺好看，不便宜吧？这实货 APP 买的，咱这档可直接全网底价入手，上脚颜值抗打，关键搭配马克华菲的手表，直接补贴100多。现在进评论区有机会直接抽，新人还有360元现金，福利真多。同事们现在因为你都生活不下去了。那我还是那句话，那强者从来不抱怨大环境，他们活不下去，只能说明他们是一帮废物。但是他们现在对你意见很大。我对他们意见也不小。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为公司着想也很正常。老板，他们要揍我，不怕小涛，这不有我的吗？还是老板你好吧。
我给你报工伤。你这真贱！我下班租了个灌饼摊，想搞个副业，那同事们知道了，非要来给我捧场。我说不用了，你们别来。结果他们到了，往死里吃。我这一张饼没卖出去呢，给我吃收摊了。这捧场这种事肯定人越多越好啊。那我们也是为啥着想啊？都是竭尽全力为了增加人气了。一个灌饼确实没多少钱，方便问一下来了多少个同事？全公司都来了，这还带着家属，光排队就排了快2里地，全给我抢光了。煤气罐都给我搬走了。那不知道的以为我这生意多火爆呢。那其他摊主看了都眼红，那说让我教他们做灌饼。你教啥呀？我做餐饮10几年了，头一次见到一开业就围得水泄不通的，这得赚多少钱呢？我决定把地卖了，明天就跟他学做灌饼去。他看起来挺心疼的。我们还没吃好呢，他抠门心疼了，铲子往这一撇，说爱谁做谁做吧。那我们只能自己做了。我就因为我往这鸡蛋灌饼里多加了几个蛋，这差点没跟我打起来。你这多小心眼子吧？他问我加鸡蛋行不行？那我看他伸了2根手指，我说行，你加吧。结果他一下打了20个蛋，那灌饼让他做成饼灌蛋了。你怎么不把我也灌进去呢？那我爱吃鸡蛋呢，鸡蛋灌饼你不灌怎么能行呢？多香啊！同事确实挺过分的。这哥，给我来个灌饼呗。你看我像灌饼吗？我就这么点启动资金，全让这些天杀的同志霍霍了。我这小店是怎么维持？你可以让上度小网啊，大牌有保障，聚合支付功能挺不错的，每个月还提供10万免费额度，很适合他这种开小店的。你说我们也替他考虑过了。你说他怎么不早说？小涛，经过你开煎饼摊了，我的大老板呢还没吃上呢，你给我也卷一个送过来。你卷你妈呀！我们来公园玩，他跑进景区上大号，让保安抓住了，把我们连累的全撵出来了，不让我们进去了。那人有3急啊！你这附近没找到厕所，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了，你这花花草草的不需要肥料吗？你这被发现就是我运气不好，我悄悄找个角落解决，有什么问题？那是运气不好吗？他绕着公园转悠半天，最后找了个摄像头正对着的绝佳位置，给人家保安直播上了，那能不撵他吗？那保安也没好哪儿去，那发现了就制止一下子就行了呗。你非要跟我这么计较，还拿个大喇叭在那喊，那我这多没面子呀！我怎么支持？我今天中午刚接班，在保安厅正准备吃午饭呢，一打开监控电脑摄像头，一个大肛门对着我哭哭往外冒，要不是兄弟们拦着我，非上去揍他不可。随地大小便确实挺没素质的。这保安素质也不咋地，那我都上一半了，他给我粗鲁的给我制止了，那我不难受吗？所以你的个人问题是被打断了是吗？我撤回了。你往这边点，别踩着。既然是他个人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也被撵出来了呢？本来保安就撵他一个，他非要说跟公司一起来的，这不把我们也撵出来了吗？我们还没玩够呢，你就说他多祸害人吧。我们天天加班工作，就想着今天放松放松，让他给搅和了。你看我熬夜熬的油光满面，这头闭口都出来了。用这个含漱绿胶囊吧，可以缓解皮肤出油，还能细腻毛孔，一抹就化水，平衡水油，保湿力在线，特别适合你这种油皮。用完确实好多了啊。公司的同事好像都已经知道了。那都怪那个保安，非得拿个广播在那喊，那我还在那蹲着呢，整的全公司都往我这儿看。那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这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不管，脸已经丢尽了，我找个地方把剩下的解决了，要不然多亏。反正你告诉他，以后再出这玩意肯定是不能带他了，都不够给俺们丢脸的。康哥，我找了个坡，蹲一半滑坡了，我滚下来了，弄得全身都是。你找个衣服来救我呗。谁的衣服了？公司组织来团建，那同事说大巴车坐满了，给我单独叫辆车。结果我一下车，师傅给我开到山上来了。那他们去团建，把我送走了。那大巴车确实是满了呀。那我们都单独给他打一辆车，他有啥可不满意的？就可能定位定错了呗，定的有点远。那就再自己打个车回来呗，有啥可激怒的啊？那是有点远吗？我在车上睡一觉，一睁眼，他们都给我送出省了。那他们就是故意不带我。我看大巴车上根本就没坐满，那车上空那么多座，他们看不见了。给狗坐了？那他很多女同事都带宠物来的，都占俩座，哪还有他位置了？那再说我们都出钱给他打车了，他怎么还有怨言了呢？那我还没几条狗重要吗？那他们就是太欺负人了。同事应该也不是故意的，不用这么计较。那怎么不是故意的？我上车前他们还特意嘱咐师傅一定要按定位开，还给师傅加钱。我说这次团建怎么这么远呢？一开一宿，给我送出1000多里地，光打车费就给我花了1000多。那为了排挤我，他们真下血本。那打车钱我们凑的啊。那大家一听说我要送他走，这都抢着往上送钱，给他凑车费嘛。来公司这么长时间，没见过同事们心这么齐过。花这点钱买片刻的安宁，我们觉得很值得。同事好像确实对你挺有意见。有意见当面提啊。那我看他们发的团建朋友圈，配乐还是千里之外，那这不就内涵我吗？那一整个公司凑钱送我走，我多没面子呀！这山上啥也没有，我吃啥呀？吃树叶啊！你让他们赶紧来接我。饿了你可以上饿了么上点冰客吃啊，人气披萨任选2个才69块，累计10份满109元，还有机会加1分钱换购拍手神器呢。哎，对你以后懒得跟小道说话，你就拿着玩意跟他说话去。同事好像不打算来接你。没事，我已经跟老板告状了。那老板一听就说要给我打车送我回去。
还是老板对我好啊。那师傅，老板要送我去哪儿啊？非洲。公司组织来山上露营，我就怕他们这次又不带我，我提前1天就到这儿了。结果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不来了，我这帐篷都搭好了，等他们1天了。那我们不去了呀？那也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啊。那同事们都知道他要跟着去，这不一致投票决定不去郊游，这改海边了吗？处理同事不好吧？老板知道这件事吧？啊，老板发起的投票。那你出发之前没和同事确认一下吗？那我今早看手机，他们发了个朋友圈说已经出发了。那我以为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就没多问。没想到他们声东击西去海边了，那太气人了。我们故意的呀，特意发了个出发的朋友圈误导一下他们。那大巴车开完道直接拐弯来海边了吗？我就怕他反应过来说发朋友圈，寻麻痹一下他们。他麻痹的是真好啊，我真谢谢他麻痹我了。你是不是在骂人啊？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们了？感觉你同事也不是那么不好相处的人啊。我看你也让他们麻痹了。那我们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图个开心吗？你看我们没带他，同事们出来玩多开心，我都多长时间没见过同事们这么开心的笑了。我看你是最开心的。啊，没有。别吵。那他们也不能把我骗山上来呀！那山上那么多蚊虫，你看给我咬的，我痔疮都给我吸小了。胳膊这么红，可能是接触了过敏的花草了。用这个99PN瓶凝胶霜吧，还是先升级的水润版，涂完凉凉的。那你回避一下，我涂涂。那也不是我们不带他，那我们每次一出去玩，他就带着他那个破电脑，我们在那玩，他在那办公内卷我们，那不就是为了想在老板面前表现一下吗？我不带他，他都活该。同事讨厌你是有原因的，你这次出来是不是又带电脑了？啊，在这儿呢。你咋知道？你这样挺影响同事心情的。他们就是强词夺理，我就是平时好脸色给多了，我不管，我要去找他们。我也是公司的一份子。公司周年庆，老板带我们出去庆祝，让他留公司看家。结果早上回来，我们一看，公司让人偷的就剩俩手抓饼了。我昨晚睡着了，我以为往那一坐，那公司的财产安全就不用担心了。就是没想到那贼太嚣张了，那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一睁眼以为公司搬家了，没叫我。你睡着了肯定没有效果呀。咋没有效果呢？整个公司就他那桌东西没动，其他的都被偷个精光。那也不能赖我呀，他们去聚餐了不带我，非让我看家。那我无聊了还不能睡个觉吗？那平时同事们跟他关系就不好啊，你带他多晦气呀！再说看门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吗？那老板办公室瓷砖都让人掀了，留他看家还不如留条狗呢。撬门搬东西那么大动静，你就没听见吗？那个人说要给我们老板换个钢门，我以为是老板请的师傅呢，就没管他，我就睡觉去了。最后他弄不开老板办公室的锁，那还是我给开锁公司打的电话。深更半夜的，你为什么不怀疑他呢？那在我的认知里就不存在这么自信的贼。他咋那么愿意睡觉呢？这公司都没了，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生活？那我们还特意去订的横幅，祝公司生日快乐。他这一觉醒来，这生日变成忌日了，我们能不生气吗？那我也很生气啊！那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谁给我塞了2个耳塞，不让我听见，太气人了。这不驴毛吗？我觉得既然让你看管财务，就不能睡觉这么大意了。我本来不困，但我这一棉格子枕太舒服了，我一扎上它就睡死过去了。你看这1000多个网格，适压性和包裹感都很强，枕上去之后脖子和头特别放松，关键是材质也安全，都是婴儿奶嘴同源的，亲肤感好，枕上去呼呼透气。就这枕头枕着，我能不睡着吗？老板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还没回来呢，也没人敢告他呀。那老板也想不到这开业跟倒闭是同一天啊。反正你让他自己跟老板解释去吧，我们没有脸。老板，你回来了啊？你有个好消息跟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你要离职啊？啊，这好事啊。那坏消息呢？你也得离职了。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他们都去住院了。那最近我们总迟到啊，老板让他开班车接同事们上班，他瞎的乎的开车给同事撞了，那同事们飞得跟保龄球似的，全进医院了。那外边下雨了，那还是大雾，那刚下完雨，地上路太滑，那刹不住车，那把同事们给撞了。那么多同事，你全给撞了？啊，早上我起晚了，我就让同事们先集合，在车站等我一起上车，结果出乎我意料了。你听见没？就生怕效率不高，还特意把同事们集合起来一起撞，一脚油门下去，战绩直接超神了。你是帽子啥的，手机啥的全摔飞了，爆了一地装备。你怎么没事？我早上起不来呀，我属于幸存者，我属于。我想着第一次开车接同事不能迟到，就开得比较快，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出事的瞬间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吗？我当时有在操作呀，我刹车猛打方向盘，增大受力面积，减少对同事的伤害。他还不如不操作呢。为什么？本来还撞不着，他这一操作，大巴车漂移横过来甩尾撞完还原地扫了那么一圈，老玄乎了。看见没？同事们起了大早。班车没坐上，坐上救护车了。那我出发点是好的呀，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了。你就不愧疚吗？还行，就是早上打卡的时候都不用排队了，有点不习惯。
这事儿对公司影响挺大的吧？那可不嘛，他这一下子这公司工作全停了，那项目一停，这公司前半年全白干了。没事，老板给我们配的华为 MateBook E 2合1笔记本能提高效率，它搭载Win11系统，搭配键盘式笔记本，拆开键盘是大平板，一台机器享受不同形态的体验。同时，这款笔记本做到了生态2合1，可以在笔记本上使用移动端 APP， 实现一屏双生态。再搭配 M Pencil 手写笔，书写超级顺滑，一键摘录，效率杠杠的，满足多场景的使用需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让小涛担任司机是我的失误，我不怪他。我现在比较担心同事的安危。好消息，老板，同事们都醒了。干啥去？我把同事们的 MateBook E 给他们送过去，医生说他们手还能动。你真他妈是活阎王，比我还没良心。我跟同事们出差住宾馆，他们走的时候没叫我，把我自己扔宾馆走了。那我一睁眼，他们出省了。他痔疮犯了，那出差跋山涉水的，带他多拖累我们呢。我们也是心疼他才没叫的，让搁宾馆多歇歇多好啊。他们那是心疼我吗？他们就是觉得带我见客户晦气，那把我扔这么陌生的地方。我看了一大圈，跟我最熟悉的就是我身上的痔疮，我现在上个药都没人帮我。你别看了，你不合适。把他一个人留在宾馆确实挺不方便的。那我们走的时候，我们都去他房间拍门叫他了，那使老大劲儿了，他死活就不起来，还骂我让我滚。你这他能赖谁呀？他还好意思说，那我一晚上痔疮好不容易血止住了，他趁我熟睡一巴掌又给我拍崩了。那有这么叫人起床的吗？拍的肛门啊！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得痔疮了呀。你再说男生之间不都经常这么开玩笑吗？那谁知道他屁股里藏了个爆珠啊？我一拍还弄我一手呢，我还没说啥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不用这么计较吧？方便问一下你多大了？这么大？我说年龄。24。都大小伙子，得个痔疮没什么的。那这也不是他们嘲讽我的理由啊。他们怎么嘲讽你？他们看我痔疮多，背后叫我至尊宝，那我能不生气吗？他们一点没考虑我的感受。我们替他考虑过了，他平时用的纸质地多粗糙啊，用不好的纸，那痔疮有可能受到二次伤害。你这我们特意给他准备的升级版的德佑湿厕纸，更大更厚，特别柔软亲肤。同事其实还挺为你考虑的，你不要太上火。我怎么不上火？那80抽的跟迷你装的，他们都拿走了，说我腚大，给我留了个大包的。大包不也挺好的吗？我有这么大的腚吗？我不管，我受不了这个气，我现在就去找他们。8821，我退房。哦，你好，您30个同事的住宿费一共是16800，您是现金还是刷卡？刷碗行吗？